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回想3年前这张天价账单的帖子，一定还有不少朋友记得，相当的劲爆，8个人吃了40万，还自带酒水。经理说这是迪拜王子请人吃饭，但事实上，网友们从账单当中挖出了更神奇的细节，那就是有道菜叫做野生大黄鱼，和各种花椒鲍鱼鱼子酱比起来，它竟然是最贵的一道主菜。7斤4两，每斤15800，总价高达11万，占整桌宴席的1/4还多。这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！大黄鱼，这是江浙沿海很常见的家常菜啊，20-30块钱一斤，怎么这条野生大黄鱼就被卖到了11万？其实这背后的故事非常有内涵。都说如果你要宴请老宁波或者老上海，只需要一条金闪闪的黄鱼，就能彻底让他把你当成自己人。如果你去温州闽北一带出差，桌上没有大黄鱼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主人的潜台词是：我们这笔生意谈不成的。这样看来，这位请客吃饭的迪拜王子应该是带了一位很地道的中国通，生意估计也是顺利的谈成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吃的家常大黄鱼只要几十块，而富豪们吃的野生货就要10几万呢？如果你在宁波象山那一带问出这个问题，一定会有一个老人过来摇着头跟你说，野生大黄鱼美味啊，40年前才4毛钱一斤。所以这条鱼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。如果你去市场买一条大黄鱼，一定会觉得老板是在忽悠你，你这大黄鱼怎么一点都不黄啊？然后老板会说，自己吃吃嘛，这样就好了呀，野生大黄鱼很贵的呀。接着你会很自然地认为，越是野生大黄鱼就越黄也越贵。但事实上，黄不黄和野生家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比如这里有一段记者调查的视频，我们可以看到被采访的养殖户说，同样的一网鱼，它要是在白天捞上来只值2万块钱，但是要是晚上来捞就可以价值上百万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大黄鱼的身体会分泌一种色素，这种色素就是金黄色的，非常符合人类的审美。在民国时代，上海人直接把金条叫做大黄鱼。可惜大黄鱼的色素非常不稳定，一点点紫外线就能让它褪色，所以只有到了晚上，我们才可以看见金色的大黄鱼。白天无论野生养殖，它们都是一样的白色。现在的养殖户会在夜里把大黄鱼捞起来，打捞过程一定不能见光，然后迅速用冰水冷冻，整齐的摆放，一层鱼一层冰，让色素定型，再发往市场去销售。这样一条通体金黄的大黄鱼就可以被当作野生种卖出几十倍的高价。记者还特意拍摄了同一网鱼，白天和黑夜颜色真的差了很多。其实早在800年前，沿海的居民就已经掌握了这种让黄鱼变黄的方法。渔民们用冰块保鲜，拿到南京去贩卖，卖相非常的好，而且从古到今也都有人愿意为这种金黄色买单。大黄鱼除了会变色，还会狮吼功，相当的神奇，这竟然是它抵御天敌的方法。前面我们说了，金枪鱼靠速度，鳗鱼靠猥琐，三文鱼靠人海战术，而今天这个大黄鱼呢，实在是不按套路出牌。它的鱼鳔非常的特别，像鼓一样，鱼鳔旁边还有2块鼓槌一样的肌肉，这样肌肉撞击鱼鳔，黄鱼就能发出呱呱呱呱的声音，这种声音非常大，我们从捕鱼的视频当中都能够听到。成千上万条黄鱼聚在一起，它们同时敲鼓，那就会在水下制造出一个排山倒海的重金属现场。古人也早就发现了黄鱼的狮吼功，所以很多地方把大黄鱼也叫做黄瓜鱼。而且古代也有科学家，他们也研究过大黄鱼为什么会叫。他们解剖大黄鱼，发现它脑袋里有2颗石头，就误以为是这2颗石头撞击喉咙在发出声音，所以古代官方也把这些会叫的黄鱼统称为石首鱼。一直到今天，各种黄鱼都被叫做石首鱼科。现代科学家也专门调查过大西洋的石首鱼，水下声呐测出了200分贝的惊人数据。要知道，普星5号发射现场也就是205分贝，新墨西哥州的核爆数据也才195分贝，重金属现场的大喇叭跟前100多分贝就能让你瞬间失聪失明甚至晕厥。所以200分贝的狮吼功，请问虎鲸、海豚、大金鱼，你们谁还敢靠近？这就是大黄鱼在东海称霸的秘诀。
它们可以活几十岁，目前已知最长寿的一条大黄鱼29岁。如果你去宁波的觉溪镇，当地的老渔民一定会跟你说，50年前8、9斤重的大黄鱼非常常见。那个时候每年春天，鱼群就像发洪水一样的涌过来，整个海面都是黄鱼，呱呱呱呱叫得很响，远远望过去还能看见月光反射出来的金色波浪。但可惜了，现在已经没有野生黄鱼了。如果你继续问为什么了，那老人一定会给你讲这样一个故事。时间回到1956年，浙江温州的苍南县来了2条福建船，他们来捕大黄鱼，但船上并没有渔网。福建船一前一后，船上也有听鱼师傅，但他们和浙江的听鱼方法不同，似乎在带着渔船绕圈子，非常的奇怪。本来听鱼师这是2500多年前吴王阖闾的时代就有了的职业，他们趴在甲板上听，就能知道大黄鱼的鱼群在哪里，然后带着渔船追过去，船老大下网，绝对是满满一网的大黄鱼。这项听鱼师从来不失手，但现在这2艘福建船的听鱼师，他们是没学会吗？怎么绕来绕去的？不一会儿，福建船不绕了，船上的渔工拿出了几根又长又粗的竹竿，伸到了水里开始敲打。同时2艘渔船也开始放网，然后鱼群竟然自己全部浮上来了。那些没有浮上来的鱼显然在惊慌逃窜，而逃窜的方向呢，早就已经被另一艘船布下了渔网。鱼群一网打尽，效率实在是太高了。福建人说这叫做敲鼓法，是2年前他们省开始推广的一种先进捕鱼方法。温州人很快就学会了，第2年就有100多艘温州船北上敲鼓，接着是台州人，然后是宁波人，甚至一路向北，敲鼓法也传到了江苏和山东，就连江苏、山东的小黄鱼也都喜提丰收。那敲鼓法究竟是什么原理了？如果你继续问老渔民，他可能会这么跟你说：大黄鱼的脑子里那2块石头会和敲竹竿的声音发生共振，然后它们就晕厥了，浮出水面。所以敲鼓法不仅适用于大黄鱼，也适用于同属于石首鱼科的山东小黄鱼。但事实上呢，专家们并不同意渔民的说法，敲鼓法的原理并不是共振晕厥，而是强直控制。什么是强直控制呢？这个我们前面的这期节目已经介绍过了，是生物体碰到极度危险的信号，身体就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的本能。比如把鲨鱼翻过来，肚皮朝上，它就会进入强直状态；或者把猫咪的后脖梗抓住，给鸡看直线；还有把男朋友埋胸或者强吻女友，这都能让他们进入强直状态。不扯远了，继续说故事。到了1960年，敲鼓法传遍南北，大黄鱼的产量直接从每年5000吨飙升到10万吨。同时国家也很快意识到敲鼓这是赶尽杀绝的捕鱼法，必须禁止。但是来宁波产卵的鱼群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到了1980年，东海再也没有鱼汛了，野生大黄鱼也开始从几毛钱一斤的家常菜变成越来越珍贵的奢侈品。接着老渔民会跟你说，最要命的是1974年，那年东海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这年春节刚过，浙江省就组织了2000对机帆船前往舟山渔场，这里的外海是大黄鱼的一个主要越冬场所。果然这一年的大黄鱼特别的多，远远就能听见呱呱呱呱的叫声。船开过去，发现海面下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鱼群。第一网下去1万斤大黄鱼，第2网10万斤，第3网8万斤。接着2000对机帆船开始拖网捕鱼。当年仅仅浙江省的大黄鱼产量就达到了16.8万吨。然后是全国各地前后后赶来了5000多对机帆船，甚至就连韩国船也跑来捞走了3、4万吨。1974年的春天，保守估计大黄鱼的捕捞量超过了25万吨。当年的野生大黄鱼市场价也跌到了几分钱一斤，甚至很多鱼货来不及处理，堆在岸边都腐烂了，只能当肥料使用。到后来老渔民都说1974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铺满海面的大黄鱼了。接着产量开始锐减，80年2300吨，90年33吨，96年以后就彻底变成了东海奇珍。大黄鱼没有了，但沿海居民几千年来对大黄鱼的情怀还在。
再加上大家越来越有钱，追捧大黄鱼，也就让它变成了很纯的奢侈品。现在野生大黄鱼被评定为 CR 等级极度濒危的物种，比大熊猫还高2个等级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很多人会埋怨福建人，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敲鼓法传到浙江？福建人也很无奈，他们会说这是从潮汕那边传过来的先进方法。而继续调查，潮汕的疍家人至少从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使用敲鼓法了。专家们说，听鱼、敲鼓这并不是灭绝大黄鱼的真正原因，真正最要命的是拖网、围网和号称死亡之强的流刺网。这种故事在60、70年代全世界都在发生，就像我们前面聊过的金枪鱼、鳗鱼一样，它们都是现代工业化捕鱼的牺牲品。但幸好大黄鱼还没有灭绝，早在1985年的时候，就有人展开了拯救大黄鱼的计划。这一年，一个叫做刘家富的中年人拿着76条野生大黄鱼的亲本，开始在福建霞浦研究人工繁殖大黄鱼。研究过程充满了曲折，但幸好我们是一个点满了农业天赋的种族，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，直到2000年，大黄鱼的人工养殖才算是彻底完成。接下来的10几年，福建霞浦的观景洋、温州的南极岛、台州的大陈岛、宁波的大牧洋，还有舟山的带渠洋，这都变成了大黄鱼的农场。有这种近海的网箱，圆形的抗台风网箱，也有这种巨大的远海网箱。现在刘家富被称为大黄鱼之父，各省市每年也会把几百万尾鱼苗放回大海，野生大黄鱼的种群正在慢慢的恢复。但也有专家悲观地说，就目前捕获的野生大黄鱼来看，它们的基因标记都是当初那76条亲本的后代。原先标本当中5、6、7、8斤的大黄鱼很普遍，而现在呢，不到3、4斤的大黄鱼都能上新闻了。也许大自然还在酝酿着在我们儿孙的某一个时代，再用一个金色的波浪和震天的狮吼功重新出现在东海的岸边。据说很多宁波人都有这个心愿，甚至在1996年野生大黄鱼刚刚绝迹的时候，花车巡游当中出现了大黄鱼，很多宁波人都当场落泪。直到现在，宁波、上海一直到福建北边的宁德、霞浦，当地人心中都还有这种大黄鱼的情怀。而探究当地人的黄鱼情怀了，我们又能发现这样2个故事。这年，伍子胥和孙武入侵楚国，吴王阖闾镇守国内。东夷人见吴国空虚，就从海上来进攻。吴王阖闾就亲率大军和东夷人对峙。吴国大军驻扎在一个沙洲上面，对峙进行了好几个月，风浪越来越大，运粮的船根本就送不上来粮食，吴军眼看着就要断粮了。于是吴王开始祭天，果然祭天仪式还没有结束，就看见海面上出现了一片金色的波浪。这片波浪就像千万匹野兽在咆哮一样，东夷军队大乱，吴军则眼看着这股波浪冲上了沙洲。原来这竟然是无数条金色的海鱼，一尝还非常的好吃。这个时候吴王也站在高台上说，这是天神降下来的食物，大家用咸水把鱼腌成鱼干，我们一鼓作气击溃东夷。很快战斗结束了，吴王班师回朝，满朝文武都来迎接，还希望吴王能够把天神降下来的鱼干也赏赐给自己一些。这个时候呢，伍子胥和孙武攻灭楚国的好消息也同时传回来了。吴王阖闾一高兴，就写下了大大的一个美字，群臣不解，接着吴王又大笑着在美字下面加了一个鱼字，然后把鱼干赏赐给所有的人，还说这就是吴国的天命，天神赐鱼，走，我们跟着天神去称霸中原。吴王写下这个字，流传到今天，叫做响，2500多年没有变过，依旧特指大黄鱼的鱼干。黄鱼响至今都是地道江浙人之间互相送礼的心意，酒桌上必须有一盘金闪闪的大黄鱼。所以你下次去浙江谈生意，一定多花点银子，点一条金闪闪的黄鱼，没准生意就谈成了。逢年过节，你也可以送一种叫做绝响的礼物给对方，他肯定会很高兴，因为这个绝响正是和黄鱼情怀有关的第2个故事。绝响也就是宁波绝溪镇产的大黄鱼鱼干，鱼干中间呢有一抹非常好看的黄色，
这个黄色是尊贵和尊敬的寓意。本来觉溪不叫觉溪，而叫做确溪，是宁波海边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小镇。小镇上什么都不产，唯独海面上每年春天都会出现鱼汛。于是确溪人就把大黄鱼做成饷，贩卖到全国，从春秋一直到宋朝1500多年，一直卖得不温不火。但是到了元朝，北方的蒙古皇帝来了，确溪人发现这帮蒙古王公们对黄鱼饷简直有一种发自基因的热爱。先是蒙古人被这种美味征服了，接着又是满洲人也被征服了。这可能就跟内陆人都喜欢吃带鱼是同一个生物原理吧。长期得不到欧米伽3的供应，只要鱼干当中一点点鲜味成分，就能让内陆人大呼过瘾。于是从元朝开始，确溪就改名觉溪，这抹黄色也就成了尊贵的象征。另外，蒙古、满洲他们都自称是黄金家族的后裔，大黄鱼的色素正好是他们信仰上的颜色，所以送黄鱼、送鱼饷，这不仅仅代表着吴越人之间那种期待着称霸中原的心照不宣，也代表着尊贵和尊敬的寓意。不扯远的话说回来，绝响炒饭是真的好吃。最极品的黄鱼叫做黄唇鱼，它是10手鱼当中的巨无霸。2012年的时候，福建连江的黄岐镇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，他家里很穷，老婆也跟人跑了，自己每天一个人驾驶着小船出海捕鱼。但是就在8月14号的那天下午，同村的一对夫妻开着大船在老汉前面捕鱼。夫妻先是远远看见海面上有一具浮尸，很大，像是一个人。丈夫开船靠近一点，看了一眼就说不急，你赶紧走。不一会儿呢，老汉的小船也靠近了浮尸，原来这是一条近2米长的大鱼，而且老汉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唇鱼。老人用渔网兜着大鱼，一点点把它拖上了岸，一过秤有160斤重。看热闹的人都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鱼。正在这个时候了，鱼竟然动了一下，接着就开始扑腾，劲儿非常的大，都没人敢上去按住它。原来这条大鱼是在海上被船撞晕了，这会儿上岸以后才醒过来。最后老汉以300万的价格把鱼卖给了鱼贩子。为什么会这么贵了？因为黄唇鱼的鱼鳔是最极品的花椒，明度。中国南方历代富豪都有收藏花椒的习俗，中医也是对花椒一顿吹捧，说是治疗血崩的神药。古代产妇大出血、人命攸关的时候，中医都会用花椒来起死回生，所以收藏花椒就像收藏救命符一样。另外也传说花椒可以美容养颜，于是中国的花椒市场近几年直接牵动了墨西哥黑帮的生意。因为我们这边的黄唇鱼越来越少，而且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但是墨西哥那边的10手鱼还很多啊。结果墨西哥黑帮实在太野了，捕捞10手鱼的时候呢，就经常误伤鼠海豚，而鼠海豚呢，这就是美国国宝级的野生动物，估计只剩下18头了。于是你经常就会看到中美墨3国联手打击花椒走私的新闻。所以出国千万别买花椒，搞不好就被当成黑帮走私犯关起来判刑了。大黄鱼也有花椒，叫做黄花肚。本来野生大黄鱼每年冬天会离开宁波，去南方和西边过冬，等到第2年春天再回宁波来产卵。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鱼汛的真正原因。产完卵以后呢，到了冬天，大鱼再带着小鱼出去越冬，这样年复一年，大鱼才能越长越大，长成黄花肚。但现在呢，养殖的大黄鱼无法越冬，就只能在每年11月到春节前全部捞上来卖了，或者冰冻起来慢慢卖。这些大黄鱼就是你在市场里见到的平价货。那能不能人工模拟越冬环境，让养殖大黄鱼也越来越像野生种呢？还真有人这么干。这里有一段记者的调查，养殖公司到了冬天就把宁波的鱼苗全部捞起来，用拖船拖到福建去过冬，第2年春天再拖回来，相当的夸张。但是这样一来一回，大黄鱼也就有了野性，又黄又大又有肌肉，卖相相当的好。也许再来来回回多折腾几年，就能折腾出人工黄花肚了吧？这应该是一个比卖鱼肉更赚钱的大生意。带鱼、乌贼、大黄鱼、小黄鱼，这是传统的中国4大海产。
大黄鱼和小黄鱼都是石首鱼科黄鱼属的，只不过小黄鱼嫌浙江这边太热了，喜欢在江苏、山东和朝鲜那边待着。通常你见到小黄鱼的时候，它是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样子。有一次和霞浦朋友吃烧烤，他突然说自己小时候吃了野生大黄鱼，肉就跟蒜瓣一样，那口感那味道，真的即使现在3000块一斤的野生大黄鱼也都没法比啊。但是怎么吃的这烤串恍惚间就有当年的口感呢？这个故事真的让我有点懵，不知道有没有小时候吃过野生大黄鱼的朋友也同样吃过烧烤小黄鱼，口感当真是如此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近几年烧烤小黄鱼一统烧烤摊，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呢。但愿别又像当年一样，山东人民集体出海，把小黄鱼也给捕没了。除了黄唇鱼、大黄鱼、小黄鱼，黄鱼7兄弟当中还有另外4个。老四叫做黄菇鱼，台湾有很多，油炸清蒸非常好吃。也有人说它和大黄鱼的区别就是在叫声不同，大黄鱼是呱呱呱的叫，所以叫黄瓜鱼，它是咕咕咕的叫，所以叫黄菇鱼。老五叫做梅童鱼，号称海中洛丽塔，色素比大黄鱼稳定，满身金黄，长得又软又萌，吃起来很细腻，广东人很好这一口。另外烤梅童这也是一道名菜。老六叫做鲶鱼，长相有点恐怖，但红烧以后无敌。春天吃鲶鱼，这是闽南和台湾的传统。老七叫做毛长鱼，这也是和黄唇鱼一样的巨无霸，但稍微小一点，最大的1.4米左右，一条也能价值100万，因为它的鱼鳔也可以做花椒，叫做毛长肚，也很珍贵，经常在舟山一带被捕获。也许大黄鱼这就是一个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的故事，从4毛1斤到价比黄金，它只用了30年的时间，但是至少几百万年以来，它们都会每年在链子花开的时候准时回到宁波外海，形成铺天盖地的鱼汛。它们靠着狮吼功在东海闯荡了几百万年，没有天敌，直到我们开始脱网捕鱼，开始在大海里制造出蔓延几海里的死亡之墙。但好在我们及时纠正了这一切，让我们现在还可以期待在子孙后代的某一个时刻，东海上再出现一片金闪闪的波浪，他们将再次踏着重金属的节奏回到我们的身边。也许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下次你讲讲锅包肉的情怀是不是也是黄金家族的颜色啊？